之人，以商道自律，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。顾兄，你知道？你不用说了，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。送什么行啊？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，他还能待得下去吗？大好的局面，毁之一旦。好好的一场戏呀，倒成全了这个小子。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。我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。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，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，你们抵抗不了。耍这种手段做生意，我是不会服气的。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，在3个月之内，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，不然我心倒过来写。顾兄，你这是说大话呢？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，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，以信为本，以义为根，以流通为手段，以方便为路径。这些错，他全都犯了，注定走不长远。又是这个姓古的。老爷，要不我再……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，你留下来，就一件事。四处声称这8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管他谁的钱，贴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。让储户集队一家一家的整他们。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，这8家又得拿着他们的底来跟我做交换。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，还要把他们的底扎出来。山西我要，闯王的宝藏我也要。那王爷那边要死的人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样？他说你3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呀？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。我说他们老8家3个月之内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。要想在这立足，你客客气气的拱手赔笑脸，你到时候连残羹剩饭你都吃不下。这什么地方？天下票号的发源地，财富的汇集之所。想站稳脚跟，你奋发图强，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。打蛇就得打7寸，断了他的念想，取他的精华。少爷，这才是真见识。我要是你，还做什么生意？即刻回家，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，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？哎，顾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事儿？老8家有一句话，要带给李万堂：行商之人，以商道自律，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。重教，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。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。300万两，我没有，我的钱全在茶上。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，
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，没那银子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也和王爷说了，但是啊，王爷他身份尊贵，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，这脸上也没光，不是吗？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，要一下子全拿出来，那百姓怎么活啊？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，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？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营下子，小名元宝。对喽，师爷，别假装客气了，发个章程下来吧。成。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，打算放在山西，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。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，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，只需签字画押即可。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，你们自行商议即可。强盗！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，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，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，嚯！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，怎么就这么有钱呢？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？回晋大奶奶，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，叫太平号。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，肯签字画押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即刻便放大家回去。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！啊，就想在山西立足，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！这算什么？拿当官的压人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就接着喝粥吧。哼！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儿，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。做好人。是王爷要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诸位啊，见谅见谅见谅啊！狱中相见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。李万堂，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哎呦，不敢。咱们是商道一脉，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能啊，赶紧跟王爷说，把我们放出去啊！这没杀人没放火的，把我们搁在这儿，多不体面啊！自古官家两张嘴，一张说有，一张说无，讲不得道理呀。这2400万两，兄弟先掏上，
帮大家伙儿逃过一劫，如何？好大的排场！这大清国1年也就这么点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时局不好啊，大奶奶。咱们商道一脉，更要携手合作啊！兄弟我久在京师，少来3进，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。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，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，太平号替大家伙儿铺平电脑。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，是静养先贤，尽点绵薄之力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，这此言差矣。好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我回京师便是。好，好。可是军情如火啊，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。我来的时候，王爷说了，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，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？实在可恶！闯王宝藏，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你也相信啊？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？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，出秦岭，越太行，破潼关，水淹开封，席卷黄河上下，抵定中原。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？将军贪图享乐，士兵怕死，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，何苦来呢？这可是1等1的凶杀。哎，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。你是武平原。来了，哎，坐。我是为了4爷而来，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？尽管拿去好了。这地契我也带来了。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，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？圆满了吗？自然是圆满了。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。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？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。常老四这个房子呀，我不打算要了。啊，地契你收回去，你是自己留着也行，给他也罢，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。不过，人是放不了，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。哎。听说过闯王宝藏没有？相传李闯攻克京师之后，用赎罪金的名义集聚了7000万两白银。后来兵败如山倒，弃长安奔湖广，经过山西时被清军追击，为了逃命，将这些银子弃于一处山谷之中。山谷中有8户村民，偶得这天降横财。此后开始世代经商，老八家从明末至今屹立不倒，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闯王宝藏，纵有天大的劫难，都能凭着宝藏逢凶化吉。如今我要你进到老八家，帮我寻得此宝。你看吧，他又给我发了掌柜了。
听说是那王老爷子的心，那本事可大了。本后东家，请迎掌柜先生，请掌柜落座。交账。掌柜的看账了。恭喜东家水流千艘归大海，东家得天下英才，自此高枕无忧了。万月道这个人，结婚成了你家的少爷。李群雄，他来这闹球啥人？那阵子光有当个人，对吧？未及道喜。恕罪，恕罪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朋友，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，万元档的当家人，李清雄。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公子。掌柜的，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？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，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。王老爷子，久仰久仰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在下王天贵也不老，可是一表人才呀！啊，听说就是你，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，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呐！小子。瞧瞧这些人，恨不得一口口把你给吃了。王老爷子，不敢不敢，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，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。好一个学艺，成了，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，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，啊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？这个自然。得罪诸位勿怪啊，学生我见礼了。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，依王老爷子的话，全都收了。吃好喝好，不够再加。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，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，只怕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的鬼吧？哎，说得好！哎，射中铜钱的都商量着呀。顾兄弟，喝酒喝酒。哦，对了，汉龙大人，王爷回信了吗？不着急，先喝酒，喝酒啊！哎，四爷，您不着急，肚子里的虫子难道也不着急吗？顾兄弟，你是个好汉子，我也是好汉子。
我跟你打个商量，你的面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个？不是，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在您大人面前，我哪敢讲什么面子呀？您需要我们做什么，尽管吩咐下来就行。干杯！啊，来。那这样，来，王爷在前线打仗打得不顺气、不顺手，不停地在催药，这个钱的事情，他没有讲过。他在气头上，我们也不好问。既然大家都是兄弟，你就先把药给我，让士兵们吃了药，身体都棒棒。这个仗一打赢，这个王爷一高兴，说不定还多给你们几个呢。好是好啊，只是我们马帮的这些兄弟都是苦出身的，就一家老小要养的。如果在这草原上耗了太久，要等到王爷打赢了仗再回去，那全家都给饿死了。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把这些兄弟们的脚力钱、药品钱呢，全给结了，也让四爷回到平遥。等什么时候天气暖和了，再来科尔沁，给王爷磕头谢恩。我留下来陪您喝酒。顾兄弟，你要是为了这点钱不把蒙古人的性命放在心上了，没有，那我就没法当你当朋友了。我现在就快马加鞭的让人去问问，挨这一顿鞭子也把钱给你们结了。那就多谢了，韩荣大人。说到底，韩龙就是不想给钱。太堂的王爷不硬抢呀，小声点。在人家的地盘上，人家兵强马壮，强你怎么了？打又打不过，跑也跑不了。最近几天，韩龙一直陆陆续续的调了110个骑兵过来。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要调去前线的，没想到原来是来围咱们的。难道要死在这里啊？啊！咱们要真这样空手回家，兄弟们的脚力费先不说，那我多车要的钱怎么结账？真把人往死里逼！实在不行，就把药给他。这些弟兄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，我得全虚全影的把他们带回去，绝不能死在这儿。C， 你要是把药留在这给他们，咱们真的死得更快。韩龙他一定会带一支骑兵追上来，在半道上截住我们，给我们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个事儿咱们不能认怂，要和他们硬斗。我现在能想到一个主意，但是得马上做，今晚就得做。